一名女子报警称，她听到了邻居的呼救。她似乎没有听错，因为她所说的邻居在公寓里遇害了。但警方在开始调查时，却发现无法找到这个报警者。此案因毫无线索，一度成为冷案。然而，半年后发生的一起事件，却成为解开谜团的关键。这就是今天所要讲述的西班角谋杀案。斯坦福德位于康涅狄格州南部，是费尔菲尔德县的一个城镇。该县与康州的其他7个县一样，没有县治，没有政府，仅作为地理参考点划分。费尔菲尔德县的黄金海岸人口稠密，经济多样，人均收入在全美排名第6，为康涅狄格州成为全美最富的州之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2002年11月8日星期五中午12点左右，斯坦福德警局接到一通报警电话。Stanford, please. Hello. Yes, hello. A guy is attacked my neighbor. I saw a guy go into her apartment. 一名女子小声地告诉接线员，她听到她的邻居在大声呼救。她不知道邻居的姓名，也不确定发生了什么，但她知道邻居的门牌号码。在通话过程中，可能是报警者感觉到危险，或是其他原因，电话突然挂断了。接警后，警员理查德和他的副手立刻赶到了现场。这是一栋位于西班角海滨的3层公寓。理查德来到报警者所说的公寓，公寓的大门半开着。理查德看到一名女子倒在离门不远处，她身上有多处伤口，地板上满是鲜红。经确认，该女子已经死亡。在看到这一情况后，理查德立刻通过无线电寻求支援。不久后，其他警员和法医专家陆续赶到现场，并拉起了警戒条。接着，警员们开始对公寓进行勘查。公寓的大门没有被破坏的痕迹，玄关处非常杂乱，这应该是受害者和凶手搏斗造成的。受害者的头部有钝器击伤，身上共有9处锐器刺伤，他的死因为失血过多，死亡时间在中午11点到12点之间。通过侵犯测试确定，受害者没有被侵犯。玄关的墙上有多处血迹，受害者的身旁有一个哑铃，上面沾有毛发和血迹。此外，地板上的血迹一直延伸到洗手间，洗手间的地面和水台上有多处清洗过的血迹。从公寓大门没有被破坏来看，凶手可能与受害者认识，或是受害者为凶手开的门。由于现场留有很多贵重物品，房间内也没有被翻动过，警方初步排除了入室盗窃演变成凶案的可能。在现场勘查完成后，警方收集了大量物证，并送往犯罪实验室进行检测。经调查，警方确认了受害者的身份：32岁的研究员安娜·雷蒙多。安娜的父母都是菲律宾人，她的父亲是一名医生，母亲是一名学者。安娜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她曾就读于哈佛大学，并在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获得了博士学位。毕业后，安娜进入了普渡制药，成为一名研究员。在30岁时，安娜在离公司不远处的西班角购置了一套公寓。公寓所在的环境非常优美，打开窗户就能看见碧海蓝天。看起来安娜的生活正向好的方向发展。在感情方面，安娜正在和公司的一个同事交往，他名叫纳尔逊·塞斯勒。纳尔逊同样是一个优秀的人，他不仅和安娜一样有着耀眼的学历，人还长得又高又帅，在公司里很受欢迎。纳尔逊和安娜的关系进展很快，两人总是出双入对，形影不离。很多同事都知道两人是情侣关系。在案发前，纳尔逊还经常在安娜的公寓过夜。认识他们的人都觉得两人会有美好的未来，谁也不会想到安娜竟会在自己的公寓遇害。由于这里是高档的海滨社区，发生凶案的消息很快受到了媒体的关注，警方也格外重视此案。理查德在勘察完现场后，准备对报警者进行询问。由于那是一个工作日的下午，很多居民都不在家，因此这一工作并不困难。但奇怪的是，警方挨家挨户的寻找，却始终没有找到报警者。尽管报警者称是受害者的邻居，
但这个邻居似乎并不存在。于是理查德开始追踪报警者电话的来源，并发现报警电话是从一个公用电话打出的。这个公用电话距离安娜的公寓大约1公里。如果报警者听到了呼救，那他跑到1公里外再报警，显然失去了时效性。而且他既然已经远离案发现场，来到了某个安全的地方报警，那他也并不需要小声的说话，更不需要挂断电话。更令人生疑的是，他在报警过程中没有说出自己的名字，甚至还冒充受害者的邻居。这一系列问题都是危险的信号。警方怀疑报警者可能与凶案有关，但遗憾的是，没有监控设施可以拍到公用电话的位置。此外，由于使用人数过多，电话按钮上的指纹也难以成为有效证据。警方随即对附近的居民进行了询问，希望能找到目击者，但最终没有任何收获。在寻找报警者未果后，理查德决定先从安娜的社会关系开始调查。最先进入视野的便是安娜的男友纳尔逊。纳尔逊在当天下午接受了询问，他告诉理查德，他和安娜关系很好，甚至已经准备订婚。但是对于一个刚刚失去女友的人来说，纳尔逊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悲伤。理查德注意到纳尔逊衣着得体，身上也没有任何伤痕，回答问题时情绪平稳，语速缓慢，这看起来有些不同寻常。不过仅凭这一点无法确定他是否与凶案有关。理查德继续问纳尔逊最后一次见安娜是什么时候，以及案发时他在哪儿。纳尔逊说，最后一次看见安娜是上午上班的时候，案发时他在公司的实验室工作。在询问过程中，理查德曾短暂地离开过询问室。当他再次回到询问室时，他看到纳尔逊竟然睡着了。经验丰富的理查德从未见过受害者的亲属会在询问室睡着。理查德提出要提取纳尔逊的生物样本，纳尔逊同意了。接着，警方来到普渡制药，对纳尔逊和安娜的同事进行了询问。他们证实了纳尔逊的不在场证明，而且普渡制药的监控设施和门禁系统非常完善。监控录像和出入记录也能证实纳尔逊在案发时确实一直没有离开公司，而安娜则在中午11点左右离开了公司。因此，纳尔逊不具备作案条件，他的嫌疑被排除。由于那个消失的报警者是一名女性，因此警方排查了所有与安娜有交集的女性，但没有找到任何嫌疑人。尽管如此，警方还是采集了所有被调查者的生物样本。一时间，警方失去了调查的方向，他们将希望寄托于案发现场收集的生物样本，因为当时 DNA 已在刑事调查中成为利器。几周后， DNA 的分析结果出来了，案发现场共有包括安娜在内的2名女性的 DNA， 这与警方怀疑的报警者就是凶手的推测相吻合。但另一名女性的 DNA 与警方之前排查的所有女性的 DNA 均不匹配。警方也试着将 DNA 输入联邦数据库，结果同样令人失望。至此，调查工作陷入了死胡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起毫无线索的凶案渐渐成为了冷案。2003年3月23日，在纽约州威彻斯特县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这天晚上，威彻斯特医疗中心的停车场里有一男一女扭打在一起，医院的保安上前将2人分开。保安注意到男子身上好像受了伤，好在急救室就在不远处，男子很快得到了治疗。保安不清楚发生了什么情况，于是报了警。警方来到现场后，将女子带回了警局，并对她进行了询问。该女子告诉警员，她名叫希拉达瓦洛，当时33岁，受害者是她的丈夫，名叫保罗·克里斯托斯。她和保罗是在纽约医学院读硕士研究生时认识的，2人于2000年5月结婚，他们一直相处得很好。希拉还说，这完全是一个误会。那天晚上，他在家里和宠物玩耍，当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保罗的胸口受伤了，他当时拨打了急救电话，但救护车迟迟没有来，于是他决定开车带保罗去医院救治。在停车场，他们也没有发生争执。
他只是在搀扶保罗下车。希拉在叙述时断断续续，他的说辞并没能打消警员的疑惑。与此同时，保罗在接受治疗后，医生告诉警员，保罗的胸部有3处利器刺伤，其中1处伤及肺叶，经过抢救后没有生命危险。而保罗在醒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刻要求和警方交谈。在交谈中，保罗讲述了一个与希拉完全不同的故事。他说他和希拉的婚姻生活并不美满，希拉有自己的事业和自己的公寓，而保罗还在继续读书，两人过着聚少离多的生活。当天晚上，希拉兴致勃勃地提出一个建议，说是可以重新点燃他们冰冷的关系。保罗原本就在极力维系两人的婚姻，因此不加思索地答应了。希拉提议玩一个游戏，那就是蒙住对方的眼睛，然后另一个人用不同的东西去触碰被蒙眼者的胸部，让他猜用的是什么东西。这听起来确实是个非常亲密的游戏。保罗描述了自己是如何被蒙上眼睛的。当时希拉非常温柔，但紧接着他就感到胸口剧烈的疼痛，这和他的期待完全不同。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于是赶紧拉掉了眼罩。希拉一脸无辜，他说他拿的是一根蜡烛，可能是蜡烛里面有金属感。尽管保罗伤得不轻，但他还是相信希拉的。他说没有关系，只是现在他需要去医院。希拉拿起电话开始拨打报警电话。保罗也听到希拉似乎接通了电话，并要求叫一辆救护车。打完电话后，他们坐着等救护车。期间两人没有交谈，希拉也没有帮保罗做任何应急措施。保罗是用自己的衣物捂住伤口，他记得等待了很久也没有等到救护车。保罗觉得自己的状态越来越差，他实在等不及了，于是请求希拉开车送他去医院。希拉答应了，但是在前往医院的途中，希拉绕了很远的路。当时保罗开始对希拉的行为感到疑惑，不过好在还是到达了医院。希拉在停车场停好车后，下车帮保罗开车门。保罗以为希拉会去搀扶他，却没想到希拉手里拿着一把餐刀，在他胸口又刺了2次。此时保罗确信希拉是真的想要伤害他。保罗和希拉的证词相去甚远，但显然保罗的描述与他身上的3处锐器刺伤相吻合，因此警方再次询问了希拉。这一次希拉承认她确实和丈夫玩了游戏，期间也用到了餐刀，但希拉依然坚决否认她试图伤害她的丈夫。希拉一直低着头重复这不是真的，她的描述多次改变，也难以自圆其说。警方勘察了医院的停车场，并在希拉汽车的附近找到了2样重要的证据，那就是带有血迹的餐刀和希拉的手机，这应该是希拉和保罗扭打时掉落的。警方调查了希拉手机的通讯记录，记录显示希拉从未拨打过报警电话，所以救护车根本就不会来。不过警方在希拉的通讯记录里发现了另一条线索，在保罗受伤后，希拉曾拨打过一个号码，这个号码不仅频繁地出现在通讯记录中，而且还有短信往来。其中一条短信的内容为：今晚我们共进晚餐，然后过个愉快的周末。很明显，希拉与这个人关系暧昧。很快警方查出了这个号码的主人，他就是纳尔逊·塞斯勒。这是一个意外的收获。时隔5个月，终于又有了新的线索。纽约州警局将与康涅狄格州警局协作，共同调查这2起事件。当警方了解到希拉有外遇时，他们有理由怀疑希拉试图杀害她的丈夫，并让这个过程看起来像是一场意外。与此同时，警方也想知道希拉的情人纳尔逊是否参与其中。几小时后，纳尔逊再次被带到警局接受询问。纳尔逊告诉警方，希拉以前也曾在普渡制药工作，在他与安娜交往之前，他和希拉有过短暂的交往。在纳尔逊看来，这样的关系并非是正式的，所以在之前的询问中没有提到希拉。与之前不同的是，纳尔逊说他和安娜的交往同样算不上是正式的，但他认为安娜显然倾注了更多的感情。纳尔逊承认，在过去的2个月里，他又和希拉有了联系，希拉对他非常体贴，2人重新开始了交往。纳尔逊还说，
他并不知道希拉已经结婚。他在希拉的公寓住过几天，那里没有希拉与丈夫的合影，也没有任何男性用品，希拉完全是一个单身贵族。在这一点上，警方从保罗那里找到了答案。保罗告诉警方，希拉说过他有一个患有精神疾病的哥哥，他哥哥有极强的控制欲，所以不能让他哥哥知道他们结婚了。为此，保罗如果去了希拉的公寓，在离开时会把公寓清理得很干净。警方询问保罗是否记得在5个月前，也就是安娜遇害的11月，希拉有什么异常的行为。保罗说，希拉曾提到过他的同事丽莎的丈夫有了外遇，他希望能帮丽莎做点什么，因此向保罗借了叶世仪，说要去帮同事调查一下。但警方确认希拉并没有一个叫丽莎的同事，他又说谎了。警方推测希拉想调查的是纳尔逊的新女友安娜。接着，警方通过普渡制药的监控和考勤系统查看了希拉在安娜遇害当天的行踪。记录显示，希拉的午休时间很长，也没有任何人知道希拉在午休时去了哪儿。警方将当时的报警电话录音给熟悉希拉的人听。I don't know her name, but the guy was there and attacked her. I heard yelling. 包括保罗在内的所有人都确信这就是希拉，而最终将希拉与凶案联系起来的是案发现场的 DNA。 警方提取了希拉的生物样本，经比对确认，希拉的 DNA 与案发现场的另一个女性的 DNA 相匹配。现在希拉除了因刺伤保罗而被指控谋杀未遂外，他还被指控谋杀了安娜·雷蒙多。2004年2月24日，针对希拉·拉瓦洛的庭审在纽约州法院进行。此次庭审仅审理希拉企图杀害保罗的事件，检察官掌握了包括凶器、目击者以及保罗的证词等坚实的证据。保罗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他在法庭上完整地描述了事件的经过。保罗说，即使在受伤后，他依然没有怀疑妻子，直到希拉在拉开车门时再次将利刃刺向他。所有人对保罗的遭遇表示同情，在强有力的证据面前，陪审团一致裁定希拉有罪，他因谋杀未遂被判处25年监禁。在希拉服刑8年后的2012年1月24日，针对希拉的第二次庭审在康涅狄格州高级法院进行。此次庭审将审理安娜谋杀案，这一次检方没有直接证据，但有包括报警录音、DNA 证据在内的间接证据。检方指出，希拉对纳尔逊的痴迷使他无法容忍纳尔逊有新女友，他的嫉妒转变为愤怒，最终犯下令人发指的罪行。当年处理此案的警员理查德和唐埃尔门多夫作为证人出庭作证， DNA 证据有力地证明希拉曾到过案发现场，报警录音则可以证明希拉知道发生了凶案。辩方律师提出了一个质疑，如果希拉是凶手，那他为何要在行凶后拨打报警电话？他完全可以当作什么也没有发生回去工作。检方指出，从希拉企图杀害她丈夫的事件可以看出，希拉是一个极度自信亦或是自恋的人，她确信自己所做的一切别人都会相信。而接下来希拉的行为证实了检方的观点。希拉在庭审过程中决定为自己辩护，他问陪审团，他现在说话的声音和录音带上的声音一样吗？此外，希拉还对 DNA 结果提出质疑，他认为这是警方精心策划的结果。不仅如此，希拉还试图用他已经被判决的罪行来证明他没有能力杀害安娜。如果他有这个能力，保罗就不可能出现在证人席。希拉多次坚称自己是无辜的，他与安娜的遇害毫无关系。他甚至还在法庭上为安娜和安娜的家人祈祷。2012年2月10日，陪审团做出了最终的裁决，希拉最终被判有罪，他因一级谋杀罪被判处终身监禁50年不得假释，加上之前的刑期，他至少还要在监狱里服刑65年。在听到法官判决的一刻，希拉情绪稳定，或者说这对于他来说更像是一种解脱，因为他大概率要在监狱中度过余生了。
警员理查德为能在他退休之前解决安娜谋杀案而感到高兴。此案是他从警生涯中遇到的最难以理解的凶案，他曾认为很难找到凶手，而现在终于有了一个完美的了结。